敬愛的上人、精舍師父，在座的師兄師姐，還有線上的家人們，大家好。那我們上個禮拜講上人的夢，其實很多，但時間有限，沒辦法講。一樣弟子的夢，也是只能夠擇其中的幾段。那最主要是，我覺得是累生累劫，佛結了非常非常多的緣。其實慈濟這一大因緣，也是上人累生累世結了很多的緣。所以我們大家每一個人是各自以不同的緣來到慈濟這個團體，然後我們皈依了上人，行菩薩道。所以有好夢，有不好的夢。那我們講的這個都是好的夢，永斷夢妄思想念弟子的夢。要先強調這裡面完全沒有常住師父的夢，他們都沒有人講出這種夢想，只有我們一般的人會跟上人說：“師父，我做幾點忙。”然後會來跟上人分享。其實這樣的一個夢，它就是一個緣。那這個緣，到底從多久以前去結下的？就像在《六祖壇經》裡面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，有這個緣，然後有這樣的，他透過夢的方式，來跟慈濟相遇。所以上人說，只要緣生，不怕緣來的遲；只要找到路，就不怕路遙遠。那第一個要講的其實是90年這慈濟園聯誼會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回顧一下，大概在90年代，其實台灣的教育一直是大家很沒有信心，或者是說壓力很大，所以一般的很多的家庭有能力的話，他會帶孩子到紐西蘭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美國，就這樣的地方去讀書。所以當時要創慈濟護專的時候，上人也說，希望不要讓兩地相隔，然後不要讓孩子要到海外去留學，希望能夠留在台灣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希望將來有很多人可以到台灣來留學。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慈大其實是已經有很多人。好，那我們來看這個夢。上人說有一個先生跟太太來到花蓮，這個先生其實是台灣勞力士代表的代理人，所以表示家庭不錯。那這個太太就是在紐西蘭，那為什麼來呢？很奇妙。上人說有緣就跑不掉。那這個太太是有一天，她是在紐西蘭做一個夢，她夢到了一位師父，瘦瘦的，穿灰色的衣服，那走到她的面前，拍拍她的右肩，跟她說：“你要擔起佛教的精神，慈濟的志業。”他聽到這個話就清醒過來了，到底什麼叫佛教的精神，什麼叫慈濟的志業？他自己也覺得很奇怪，但夢就是夢啊。可是很奇妙的是，幾天以後就是在國外版的一個《世界日報》，他看到了一張照片，這個照片是當年的李登輝總統跟上人的一個合照。所以他當時一看到就喊出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這個師父來拍我的肩膀。他想，原來這個就是慈濟，因為裡面的報道是有慈濟的，所以他有一個心願，就是如果回來台灣就要來找慈濟。他是怎麼去找呢？講起來其實叫茫茫人海，而且各位不要想，現在慈濟好像你打上去就看得到，以前沒有網絡也沒有這種什麼 LINE 這種 Google 之類的。那他回到台灣到一家唱片公司，是他要去問賣佛經的佛教的經，他要去買的就是那种講經說法。所以這個小姐就給他搬了一些，跟他說這個是某個法師講的經。他也買了，也付錢了，要走出去。但這個小姐很有意思，這也是緣，又把他換回來，跟他說：“我看你很有善根，跟我的師父有緣。”他說：“你師父是誰？”他說：“我的師父是花蓮的證嚴法師，他在做慈濟。”還聽到慈濟，他說：“這個就是我要找的。”他就想，那我可以去找他嗎？小姐是幕後，他說：“你要見師父的話，我找我的委員可以帶你過去這樣子。”所以委員呢就請假。你看我們以前的委員真的很了不起，而且這車票錢我相信一定是委員出的，因為我第一次來慈濟我也沒有付過錢，我從來不知道那個車票是從哪裡來的，趕快帶回來，帶到精舍的這個辦公室。上人在裡面了，委員趕快跑進來說：“上人，外面有一位紐西蘭的太太要來看師父。”上人再站起來開門走出去，他看到上人就說：“就是他。”然後就哭了，這叫悲心相契。他說：“師父，我就是看到你穿的就是這個衣服。”上人說：“我這個衣服怎麼？”他把夢中的情景來講給上人聽。所以上人說緣若到的時候你跑不掉，你過去不認識我，你也不知道慈濟，為什麼你在會那個地方碰到我？真的是眼眶都紅起來，真的是不可思議。所以上人說，佛陀在世的時候也說：“
我這把種子撒下去，有今生來生，甚至無數劫，我會一回一回收回來。佛也是這樣說，佛法傳了2500多年嘛，這個就叫做緣。所以上人說，我們今天有這份緣，我們就要共同來完成這一份志業。那當然啦，今天我們要非常的感恩哦，說啊，我們怎麼可以做上人的弟子？這一定有一個很重要的人，那就是我們的第一位委員淨紅師姐。他的我願意啊，就是師父你要我們做什麼，我就去做什麼，就洪碧雲師姐。那這個是92年上人跟北區委員講的時候，上人說師父出家的時候有一個願，我們都知道，不皈依弟子，也不做人師。這一切上人說，可是一切就是冥冥中的緣啊，很巧合的機會下，不得不收的情況之下，才有了慈濟。那小木屋修行的時候，我們都知道很多的故事嘛，又是什麼颱風吹來，又是大家一直希望上人離開，這樣不得不離開小木屋，上人就到慈善寺去講《地藏經》。那個時候就是在慈善寺有幾個老菩薩是很支持上人，也很疼他。其中有一位老菩薩身體不好，腳也不好，可是他又很愛聽普门品，所以他希望上人可以每個禮拜可不可以有一次到他家去講普門品。那上人也是應眾生的這樣子的一個邀請。那結果他去呢，當然這個老太太絕對不會只有自己聽啊，一定是到處去講，有這個上人要來講經啊。3個老菩薩，他們本來是在媽祖廟拜拜的信徒，他們每個星期都會來聽哦，就是來這個老太太講。這3個菩薩來的那個時間大概是農曆2月19的前後，他們到地藏菩薩廟，就是我們後面的普明寺去拜拜。然後就要求要皈依，上人就說沒有辦法，因為我不收弟子。那第一個洪碧雲就是第一位委員，他就來請願，他說師父我跟你很有緣。他說你不知道，我第一次去聽普門行，看到你的時候我就嚇了一跳，我內心很震撼。還沒有聽師父講經以前，我拜媽祖的時候就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，夢到有一個師父穿一件白色的衣服。上人說沒有錯，上人說我平時沒出門的時候就是穿那樣。上人說當時我想要一件長衫都很難，所以要比較省布一點的穿啊，這個是白色。他夢見的就是穿那樣的衣服，那他夢到的是他進去跟師父說話，他要求皈依。那等到他去地藏廟拜拜的那一天，他看到上人，他真的嚇了一跳，他說對，就是他，夢中就是他，一模一樣的衣服，而且說師父我沒有看到你的面，沒有聽到你的經，我就已經拜託您要求皈依了，你現在怎麼能夠不為我皈依呢？你知道嗎？我看到這幾句我就想到誰？慈月師姐。只有他們大概可以這樣的無理，就是我還沒有跟你見到面，我還沒有聽到你的經，我就已經要求了，我已經拜託了，我已經給你拜託，你那也等沒當。上人說我那時候就有那樣的願，可是現在我又立了一個願，我要組織克難功德會。那我需要很多人去幫我推動，要做救濟的工作，要去募人啊，讓別人知道慈濟有這一件事。你如果皈依，就有一個條件，要當我的委員。很簡單，你看他說，只要師父願意幫我皈依，我是你的弟子，你要我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。這個就是現在無量義法隨頌演繹的時候講的“我願意”，就這3個字。這個就是第一個委員，上人給他的法號就叫淨紅，要有宏大的心願。那還有一位跟他結拜的啊，他們是3個一起來嘛，就取名淨緣，因為大家有心來結好。還有一個年紀比他大的，上人就取名為淨念，要心心念念行在菩薩道中，念佛要念入心中，修行也要修在日常生活上。上人說這3個就是我第一批的在家弟子。慈濟就是從這3位的皈依，還有2位老菩薩的護持開始，然後接下來就是提菜籃子的30位會員，所以慈濟的道路是本來沒有的。為了要走很長的路，上人就只好一邊走一邊帶一邊開，慢慢的人越來越多，有的幫上人拿鋤頭，有的幫忙拿本機。那走到上人講的這個1992年的這個就是走到今年，這個是第27年。好，那我們也來看啊，也有這種上人說街頭巷尾做道場，這樣的一個女強人，一個很有錢，平常是在指揮人的人，可是來了慈濟以後，被人家指揮去做環保，她卻做的那樣的一個歡喜。環保站的確度了很多人，所以這是1993年的志工早上人說我這次在台北，除了跟委員、會員、慈誠隊見面，另外一群就是環保。那這個環保其實是很多人
就上人見的人是很多。那這一小隊呢，其實人數也有將近100人，他們都起來現身說法。那就是其中有一位家在台北伯爵山莊的中年太太，她是一個富太太，她說話是很有氣質，她是一個女強人，有一個大公司，她說的話每個人都要服從。她其實知道慈濟很久了，可是沒有機會來接近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所以你看到，如果你不來，上人會去找你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就夢到了上人，上人跟他說什麼？那邊有一堆垃圾，趕快拿去倒掉。他說他過去啊，管人管那麼多，從來沒有歡喜過，不知道為什麼師父將他將垃圾丟掉，他竟然那麼歡喜，他好開心哦。結果呢，那是他夢中的歡喜。過不了多久，真的就有會員來跟他說：“我們來做環保，因為師父在提倡環保，家家環保，好，然後人人做環保。他覺得這跟夢境是一致的，所以就開始很認真的做環保。那你要去做環保，是在垃圾堆裡面買手分類，要剪紙張，所以也不能穿富貴衣服，他就穿得很簡單、很普通的衣服。認識他的人看見就說：你現在需要做這樣的工作嗎？你需要嗎？好像你家道中落了哈，就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哈，以為他現在環境發生了變化，要不然怎麼會從事這種工作呢？但是他說啊，這個就是讓他修行，就是要去掉這樣的一個我相。因為他曾經在慈濟世界的廣播裡聽到，也從慈濟的道理裡面看到上人說街頭巷尾做道場，所以他真的從中體會，把愛發脾氣的習性，把愛管別人說話不留餘地的脾氣，慢慢的自我消除，天天做得很高興啊！上人聽到他這樣講，也覺得非常的感動。這是夢裡面來做慈濟。那再來一個是阿通伯還有阿通他們做環保。那這個就是比較質樸的草根菩薩。看到上人，他說師父你這個就靈了呢，就是很有靈感這樣子哈。這個其實是在彰化的一個志工的歲末祝福哈，2007年。那上人最喜歡的，其實上人出門最喜歡看到的就是那些快樂的環保菩薩。那這2位呢，其實都80幾歲了，他們有3個兒子4個女兒，都很孝順。他的女兒很早就投入環保，他覺得2個老人在家哈，除了耕田就是鬥嘴，他覺得這樣就無聊，就把老爸老媽呢就帶進來做環保。他們沒有見過上人哦，從開始做就很歡喜，然後就做了10幾年。然後女兒呢，後來才把他帶來花蓮。他看到師父呢，他就跟上人說：“我夢見的人就是你。”上人說：“以前你是不是有看過師父？”他說：“沒有，我們都沒有看過師父。聽女兒講，師父說我們就這麼做。對，公師父公那來做環保啊，我們聽了就這樣做。”他說：“不過師父，你都在我的身邊，連環保在哪裡，你都會叫我去做。你看，真的就是。”他有這樣的夢，他做了10幾年。如果女兒沒有說要帶他來，他也沒有這樣的一個要求，就是很淳樸、很淳樸的，質樸的這樣草根菩薩。那上人就問他說：“啊，怎麼說？”他說：“師父，我夢見過你，你說那個地方有4個黑色的袋子，裡面都長蜘蛛絲，你沒有去撿。”他醒來以後就想：“啊，到底那4個袋子是在哪裡呀？”結果果然有人就跟他說：“我們那裡有很多東西，你可以去撿。”他去了，真的有4個袋子，袋子打開，裡面真的有蜘蛛絲。各位你要想想哈，那種很髒的垃圾袋裡面大概都有蜘蛛絲，可是就很準。所以他說：“師父，你竟然就領幹我現在到那裡，他們都把東西整理好，然後就讓我去載。”那上人說：“你去載要載多遠？”他說：“騎腳踏車要半個小時，來回就是1個小時，一天載6趟。”真的很了不起。所以開始的時候用2輪的腳踏車疊得很高，後面還要再吊很多的一個垃圾。後來他就用拖板車，就變成3輪，還是很重啊。有一次路比較窄，車子翻到水溝裡，他跌到田裡，翻個身起來，他就說：“感恩師父，你真的都在我身邊，好像把我抱起來一樣，這是在消業。”這老菩薩真的很厲害，我跌一跤就把整隻手跌斷了。那又有一次是這個老先生啊，就2個人鬥嘴。這個老先生拜託人家幫他拿藥，等了2、3天都沒有消息，很生氣，就跟他講說：“啊，今嘛攏沒那種藥啊啦。”結果老太太睡午覺的時候，就夢到上人跟他說：“你到哪個地方有你要的藥？”醒來以後，他就跟老先生說：“有，師父跟我說在哪裡有。”他說：“我不相信。”結果去那個地方找，真的找到那種藥。人家這是他的誠心啊！各位，我們也夢不到這種夢，真的找到那種藥。
上人說：“我真的很忙哈，白天睡着了，你看他中午睡午覺，睡着了夢見我，我要去；晚上睡着了夢見我，我也要去哈。不過他都說很靈啊，這個家庭很和樂，做環保也做得很歡喜。”那我們再來看，其實是一個大陸志工哦，他居然講出6000年前啊跟上人的約定，哇，那這個更了不起，因為佛只有2500多年嘛哈。那這個是2014年啊，大陸見習志工尋根的時候，好，那上人就講他，因為我們那時候上人說，我每天說成語，每個國家都收得到。那我們聽這個成語，其實是要把握良人，利用它來淨化人心。聽到師父的話，就要趕快換一個念頭，從賭博的心啊、喝酒、吃喝玩樂等等的心態轉變過來，轉煩惱為菩提。所以有一位昆山的志工啊，他就分享，他說他沉迷在賭博，迷到自己不知道要如何形容。後來他做了一個夢啊，夢中有人把鐵鏈鏈在他的脖子上，拉着他。他當然說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。旁邊有一個可能罪更重哈，他也說不要拉我。他說因為有一位2500多年前跟我有約，那大概是佛跟他有約。他這一位志工就講，他講說我也是啊，6000年人有約的人在等我。然後就醒過來他就想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啊，但是他就想。這輸錢也苦，贏錢也苦，輸了錢還被罵，實在很不甘願，乾脆就算了。那有一天也是看到大愛台哦，他就跟先生說：“我不要賭博，我要去做環保。”而先生不相信，說你這種人能夠去做環保，他就做給他看，而且非常的投入。所以他看到上人，他就分享了這一段。他原來沉迷在賭博中，一念轉那個夢境，那上人就聽了，上人就問他說：“6000年的人跟你有約的是誰？”他說：“師父就是你。”6000年前就已經有約了哈，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夢哈。不過呢，它就是頭腦裡面都是數字嘛哈。那再來，這個是一個真的是很感動的一個菲律賓的女孩，她存了10年的機票錢，就為了要返台受證來見上人。2016年哈，北區水網上人講，她是有一個金娜是菲律賓，她10幾年前被慈濟人關懷過，她家很窮，她想去馬來西亞打工賺錢養家。那沒有想到他在馬來西亞就碰到了慈濟人，他就很開心投入做環保。那當地的慈濟人就跟他說：“你也可以受證啊。”他有一天呢，就到了檳城，他看到分會有很多相片，突然間他就看到了那一張相片，所有的分會都有上人的相片，那個相片就是上人。他說他自己嚇掉了，一直在哭。為什麼？他說他在菲律賓曾經夢見一個地方，有一群出家眾在爬山。有一位回過頭來，就是相片看到的這一位，爬須彌山。各位，他很感動。從那個時候，他就發願一定要到台灣看師父。所以他看到了，他就發心。他打工，他那麼窮，他每天就存馬幣1元。當時大概台幣11元，馬幣貶值，現在是7塊錢台幣。那其中的5毛錢是做慈善，另外的5毛錢就是累積買機票的錢。他要回台灣受證，他開始投入。其實這樣10幾年來，他跟委員見習培訓，等於所做的都是一樣的。可是他要存夠錢，他提起10多年來的心願，邊說邊哭。上人說：“我聽了也很感動，積少成多。可貴的是10多年如一日的心願不變。他天天的1塊錢可以行善，也可以完成他回來受證的心願。”那再來，當然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的是約旦的秋華師兄的夢。2016年8月，約旦的發放，那個難民啊，這樣的情緒起伏、躁動、推擠，當然很多的事情，秋華師兄也很傷心，因為他們還要做獎學金，所以就有停止了這樣一個發放的念頭。當天晚上就夢到上人，所以大家不要胡思亂想哈。所以呢，2016年這個志工早上講，秋華師兄啊，他寄回回來提起在約旦的難民，尤其是小孩子苦中加苦，有的畸形，有的疝氣，有的腸異常，有的兔唇等等。那我們其實一直在幫100多位孩子開刀，讓他恢復正常。可是還有300多位小孩在排隊，每一個孩子開刀費用都要2-3萬台幣，他自己覺得負擔很重。那上人當然也希望說需要就要回來台灣，台灣會支持。可是他又不忍心，擔心會不會讓師父的負擔太重，尤其是難民營的生活很苦，每個月都要發放。所以他就想啊，與其這樣，那我就不如去幫助小孩子，是不是發放啊？可以把它暫停一下，所以就起一個念頭，把所有的資源都拿來做小孩子的開刀費用，難民就不要再發放，生活費不要再發放。念頭一起，當天晚上就夢到師父在他的面前說：“繼輝啊，
不能停歇啊！我願意用我的血來供養難民。上人要用他的血來供養他一天就嚇醒了。回來台灣的時候，就跟上人懺悔，把這一段夢境講出來。好，所以各位，其實啊，夢是一個很深奧的東西。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啊，一直到現在還是心理學裡面一個很重要，也是心理醫師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依據。宋代的詩人啊，蘇軾也講過：“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秋涼。”其實時間一直都是很緊迫，一直在功過。就是因為這樣，所以上人才要說：“分秒不空過，步步踏實做。”我們只要有很誠懇的心，夢都會成真。大家心心念念，日夜夢見上人。各位想想，上人奔波不息，怎麼會不累呢？所以我們不要只夢見上人，我們真的是敬請上人莫憂慮，大家一起共同來承擔4大志業、8大法印，感恩上人。